当你看着这个月又涨了的 SP Group 电费单，抱怨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时，你其实正在替几千公里外的地缘冲突买单了。目前的真实数据是，我们的电费已经逼近每度电 27.27 分。对普通祖屋家庭来说，这是每个月实实在在流失的现金。但对新加坡这个国家来说，这是 95% 电力依赖进口天然气所暴露出的致命软肋。就在全球为了石油和天然气抢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新加坡38旺地下 1.76 公里的花岗岩层刚刚传回了一个让全亚洲沉默的数据：122摄氏度。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地质发现，这是李光耀生前最担心也最期待的能源独立最后一块拼图。我是潜伏在滨海湾的观察者，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拆解新加坡正在秘密打造的这座地下太阳，究竟会如何改写这座岛国的国运，以及你我的未来。每一个在滨海湾 CBD 工作的精英，或许都很少去思考一个底层问题：支撑这座不夜城运转的底气究竟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新加坡的第一座护国神山是淡马锡和 JC 管理的庞大国家储备金，单单在2026财年，净投资回报贡献就高达 284.8 亿新元，撑起了政府总收入的1/5。我们确实很有钱，但金融逻辑在生存逻辑面前往往不堪一击。残酷的现实是，钱能买到天然气，却买不到极端状态下的能源安全。新加坡 95% 的能源依赖进口天然气，一旦马六甲海峡或南中国海的供应链因为极端冲突被切断，再多的外汇储备也无法阻止全岛在几天内陷入黑暗。太阳能受限于我们仅仅7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铺满屋顶也远远不够。核能则面临着极高的公众接受门槛和安全缓冲区难题。在这个看似无解的死局里，新加坡必须找到一条退路，而这条退路不在海上，而在地心。如果你周末去过38旺温泉公园，看着安哥安弟们用水桶煮鸡蛋，悠闲的泡脚，你绝对想不到，就在他们脚下深处，隐藏着改变新加坡国运的密码。根据能源市场管理局，也就是 EMA 和南洋理工大学的联合探测，我们北部的38旺和新邦一带存在着名为 Simpang Granite 的花岗岩层。这个地层有一个极为罕见的特性，它富含微量的天然放射性元素。这些元素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衰变，释放热量，导致这里的地热热流竟然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在地下 1.76 公里处，探测器已经实打实地测得了122摄氏度的高温，但这仅仅是前菜。最新的地质物理模型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且有数据支撑的预判：只要我们向下钻探到5公里深，地层温度将直接飙升到230摄氏度。230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完全跨过了商业化地热发电的门槛，足以支撑下一代增强型地热系统，也就是业内常说的 EGS 技术。传统的温泉发电靠的是地下现成的热水，那叫看天吃饭，而 EGS 技术是硬核的人造地热。简单来说，就是把地面的冷水通过高压注入5公里深的干热岩层，水在几百度的岩石缝隙中被瞬间加热成高温高压蒸汽，然后再通过另一口井抽回地面，直接推动涡轮机发电。整个过程是一个封闭的循环，没有核废料，没有碳排放，不受刮风下雨的影响，完全自主可控，能够提供全天候24小时的机载电力。更硬核的是它背后的经济账。根据内部的模拟测算，一旦这种地热网络在全岛关键节点铺开，新加坡的整体电力成本有望大幅降低 38%， 而区域制冷成本更是能降低近 39%。 这绝对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科学幻想。近期 EMA 已经正式发布了针对全岛地热潜力勘探的信息征询和招标计划，这就意味着第2座护国神山的建设已经从实验室里的理论进入了实质性的国家战略执行阶段。新加坡
正在自己脚下硬生生地挖出一个微型太阳。你以为挖地热仅仅是为了给祖屋省点天然气钱吗？如果你这么想，那就太低估新加坡精英阶层的战略眼光了。为什么最近美联社、路透社的财经记者都在死死盯着新加坡这个只有700多平方公里的小红点？答案只有2个字：算力。在近期的各大科技峰会上，硅谷的巨头们其实已经看懂了新加坡的底牌。大家都知道， AI 数据中心是彻头彻尾的吞电巨兽，训练一个大型语言模型消耗的电量极其惊人。未来10年，全球科技巨头在亚洲寻找落脚点的唯一标准，就是哪里有最稳定、最廉价，同时又符合减排标准的绿色机载电力。看看我们的周边，邻国确实拥有大片的土地和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但他们动辄跳闸，极其脆弱的老旧电网根本无法承载英伟达最新架构的超级算力集群。新加坡此前为什么一度收紧新数据中心的审批，就是因为我们的电网承载力和碳排放指标已经逼近极限，而新加坡正在地底打造的这个微型太阳正是破局的关键。它不仅能提供24小时无间断的绿电，还能彻底摆脱国际碳税的围剿。一旦地热发电并网，新加坡就能向全球顶尖的 AI 企业提供不受地缘政治干扰的算力基础设施。这不仅是能源维度的降维打击，更是对全球算力资本的虹吸通道。新加坡布局地热，绝不是为了简单的灯火通明，而是为了垄断未来亚洲的 AI 定价权，确保在人工智能时代，新加坡依然是跨国资本无法绕开的绝对核心。这种在极端资源贫乏的环境下，硬生生逼出来的生存智慧，正是师承逻辑的最强体现。讲了这么多宏大的国家战略，这1.76公里下的废水，到底跟屏幕前35到40岁，每天都在为房贷和生活奔波的你，有什么切身关系？这一刀其实精准切中了我们每个中产阶级的核心利益。首先是你的祖屋，如果地热网络全面铺开，发电后产生的大量余热，完全可以接入全岛的区域制冷系统，就像现在滨海湾地下的巨型制冷网络一样。未来这种技术可以直接下沉到各个祖屋区，这意味着你家里的空调电费未来将大幅度脱离国际气价的捆绑，不再看中东油王的脸色吃饭。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你的资产保卫战。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最焦虑的往往不是赚不到大钱，而是存在银行里的现金，以及 SingPass 里好不容易攒下的公积金被全球通胀悄无声息地稀释掉。你要明白一个底层的经济逻辑，新加坡是一个高度依赖进口的微型经济体，一旦能源价格失控，引发的必然是全面的输入型通胀。你的每一份外卖，每一趟 MRT， 每一件日用品，成本都会飙升。而实现能源独立，就等于给新币的汇率穿上了一件防弹衣。只有国家的底层运行成本降下来，新币的购买力才能稳如泰山，你辛苦积攒的 CPF 才具备真实的养老价值。最后，对于职场人来说，低成本绿电吸引来的跨国科技巨头，将直接转化为大量的高薪就业岗位和商业溢出效应，这才是保卫你家庭资产、防止阶层滑落的真正护城河。很多人在国际论坛上嘲笑新加坡是无根之木，稍微遇到一点地缘风暴就会随波逐流。但其实，我们的根早已悄悄扎进了1.76公里深的地心。这一场耗资巨大、跨越数十年的战略布局，不是为了去跟大国争夺什么霸权，而是为了在下一次全球能源风暴来临时，这座岛上的普通人依然能优雅地坐在祖屋楼下的 Kopitiam 里喝着 Kopio， 不必为高昂的电费单彻夜难眠。这就是潜伏在滨海湾的高维度情报观察。你觉得地热发电能彻底解决新加坡的能源焦虑吗？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面对未来10年的不确定性，你更看好新加坡的金钱储备还是能源储备？如果你想看穿更多隐藏在政经新闻背后的真相，
请务必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